蒙洛点燃一根雪茄，自从迈尔嚷嚷着要禁烟后，他已经很久没有抽烟了。蒙洛神色悠闲，但见到他的德里寇和杨脸色却非常难看。查督警官按照委托给克里斯蒂亚诺的大小姐带来了整个街区前2天的通话记录，他想要打听最近是不是又有抗争了，被大小姐警告不要追问多余的事。大小姐让手下把这份记录和手机公司登记的号码做对比，彻彻底底的查清楚。而且这里与街外的通讯都被切断了，外部的号码也要好好查查。泰奥医院打来电话，不过那头的人却是沃里克。上次的狩猎者和袭击工会和蒙洛族的人有关的可能性很高，只要能抓到一个，说不定就能找到康尼了。现在德里寇和杨正在追踪他们，尼克也应该在和他们会合，但情况仍旧不容乐观。沃里克正龇牙咧嘴地穿衣服准备行动，大小姐了然一笑，知道沃里克是来抓壮丁的，赶紧让人回夜会做准备。而在蒙洛这边，德里寇大脑已经彻底宕机了，他不明白蒙洛为什么会和艾丽卡在一起，肯定是被伊万威胁了，对吧？蒙洛是绝对不可能对狩猎黄昏种提供帮助的。德里寇迫切地想要蒙洛说点什么来证明他和狩猎队没有关系，甚至将枪瞄准了伊万，只要蒙洛下令，他就将这个叛徒亲手除掉。此时强化剂药效已过，尼克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，浑身冷汗，视线模糊。蒙洛却笑了，德里寇真是个可怜又愚蠢的孩子，妹妹的仇敌就在眼前，他居然都不知道。像是蒙洛这种掌握了整条街情报的四大夫，怎么可能不知道孤儿院遇袭和狩猎队入侵这种事？帕可利大小姐都被蒙在鼓里，因为虐杀黄昏种都是科西嘉干的好事。那么你猜他背后支持科西嘉的人又是谁呢？德里寇不想听这种事，他只想知道伊万对艾丽卡做了什么。伊万摸着艾丽卡的脸，不断刺激着德里寇。和这个每天早上都会碰面的家伙脸一模一样的女人上床，实在是别有一番风味。艾丽卡的脑子已经彻底坏掉了，所以还有点无聊。德里寇彻底愤怒了，他嘶吼着让伊万闭嘴，然而将他一把推开，率先冲上去的居然是脸色比他还要可怕的杨。杨冲到伊万面前，看着依偎在伊万怀里的艾丽卡，猛地调转枪口射向了一旁的蒙洛。希瑟跌跌撞撞地朝着克里斯蒂亚诺的夜会赶去，那里是唯一能为黄昏种提供帮助的地方。如果他不快点的话，那2个人都会被干掉。而就在这时，远处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。听到枪声之后，大小姐立刻让司机调转方向赶往7号街，加哈拉德也会在随后赶到。大小姐拍着马可的手，无声地安慰着。在他们不知道的7号街，场面可谓是极为混乱。所有人听到的枪声是德里寇开的，而被击中的人居然是杨。尼克拼尽全力踏碎墙壁朝蒙洛砍去，然而又是一声枪响，刀刃被断裂飞出，蒙洛轻松将尼克踩在脚下。曾经的神枪手丹尼即使变弱，也能瞬间的射中 A0 级。他的身边有很多优秀的黄昏种，比如尼克，比如已经崩溃的德里寇。德里寇跪在杨的身边，不断的道歉，他不是故意的，而是保护蒙洛已经成为他的本能。他本能的朝着想要袭击的蒙洛开了枪。与此同时，狩猎者的基地内，眼罩女西格正捂着伤口大声叫骂，康妮吐出一颗牙，紧紧地握住手里的玻璃片。赶到现场的马可和大小姐紧急将重伤的杨送到诊所急救。沃里克握着德里寇满是鲜血的手，想给他包扎伤口。德里寇不住地喃喃着，这些血不是他的。妮娜赶紧赶了过来，杨的伤势过重，来不及送到医院，只能就地开始手术。闲杂人等只能在外面焦急地等候。杨和德里寇都是孤儿院出身，能联系的家人都没有。康妮的事还没有头绪，绑回来的米哈伊尔精神不正常，显然也问不出什么。大小姐很焦虑，她不知道该如何保护大家。马可将衣服披在他身上，天快亮了，还是回夜会好好休息一下吧。即使没有康妮的消息，他也非常感谢大小姐。加拉哈德给希瑟包扎好了脚，希瑟刚跑开2步都走了回来，牵住加拉哈德的手，小声道谢。大小姐向希瑟道歉没能保住她的妹妹，希瑟只是摇了摇头，抱着毯子上了天台，将德里寇和自己裹成一团。回到夜会的大小姐被大家嘘寒问暖，赶走了一个个堪比老妈子的下属。她突然发现夜会门口放着一个包裹，以为是哪个客人落下的东西，拿了起来。加拉哈德吓得一把抢过，万一里面是炸弹怎么办？两人说笑着拉开了项链，而入不的东西却让他们都惊呆了。马可此时走了过来，询问发生了什么。大小姐猛地惊醒，急忙扑过去想要捂住马可的眼，但透过缝隙，马可还是看到了包里是一截有着康妮同款纹身的手臂，上面用刀刻着一行血字，在那个地方等你。康妮被西格一脚踹飞，狠狠踩在他脸上让他闭嘴。没想到康妮反手握住地上的玻璃，划伤了西格的大腿。没想到自己居然会被一个普通人伤到，愤怒的西格对着康妮就是一阵拳打脚踢。贝瑞塔把人拦住，康妮现在是他们的玩具，不能弄坏。西格也只好气冲冲地收手去找医生包扎伤口。康妮被打得浑身是伤，但即使如此，他也仍旧在反抗着。斯特瑞克一把将康妮摁在墙上，毫不留情地用玻璃削掉了他的一根手指。那个斯帕斯居然会喜欢正常的女人，真是世界上最大的笑话。
康妮掰开特瑞斯克捂着自己的手，他才不认识什么斯帕斯，那个人和他们不一样，是他的所有物，他才不会将他让给别人。听到这里，斯特瑞克突然疯狂大笑起来，他掐住康妮的脖子，问他究竟是什么人。回想起日日夜夜躺在自己身边的马可，康妮含泪和斯特瑞克对峙，他们这些人是永远不会明白的。听到这个答案，斯特瑞克狞笑着将康妮摁倒在地。继前几日克里斯蒂亚诺和黄昏种公会遇袭后，蒙洛族的宅邸也遭到不明人士的攻击，反黄昏种的暴动不断加剧，驱逐队据说也重编了，这让大家都非常不安，害怕演变成一场战争。正常人事不关己，只要不和反黄昏种和驱逐队扯上关系，黄昏种的死活他们根本不在乎。康妮的手臂被马可放了起来，马可决心要自身前往营救康妮，即使那根本不是他一人能解决的对手。不管大小姐是命令还是请求，都无法阻止他。大小姐难得表现出了脆弱的一面，如果马可走了的话，他该怎么办？他不过是个依仗着父亲威望的孩子，加拉哈德总是宠着他，马可不在的交易总是剑拔弩张，如果没有他，连店都整顿不好。马可陪他长大成人，已经成了他离不开的亲人了。马可第一次叫出了大小姐的名字，这15年，他将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克里斯蒂亚诺家族，他不后悔。大小姐是他的骄傲，他已经能够孤身一人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了，所以请允许他告辞。马可最终还是走了，大小姐沉默着将脸埋进了加拉哈德怀里。诊所里，沃里克焦虑地将手指啃出了血，手术已经结束了，他要抱着妮娜去休息。蒙洛消失了这么久，组内躁动不安，羊的子弹已经取出来了，能否挺过来只能看他自己。他要建议将人送到警员医院，但究竟是谁对羊开的枪呢？艾丽卡用的是刀，也不可能是米哈伊尔。尼克也受了伤，难道狩猎者还有一个吗？迈尔和迭戈正在商量着，突然就听见沃里克说，开枪的人是德里寇，羊很优秀，近战对付正常人完全没问题，甚至连低级的黄昏种都能自己处理。但是羊却中了5弹，还是在背后，他明显没有回头或者保护谁，能够在羊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近距离射中他的人，当时在场的人只有德里寇，而且还是下意识的护主行为。德里寇保护的是谁不言而喻。沃里克质问迈尔，关于蒙洛的事，他到底隐瞒了什么？约尔伯伯趴在店里熟睡，突然感觉有人给他盖好了披肩，然而他回头看去却没有任何人。马可来到了康妮的武器店，凌乱的回忆在脑中不断涌现，沾满鲜血和罪恶的第二驱逐队，渐渐长大的大小姐，以及先代对她是人类身份的肯定，他们都是人类，大家都是一样的。而现在他要为自己赎罪。西格因为康妮的事在街上虐杀黄昏种泄愤，科尔特被黑猫凶了一顿而心情低落，普通人围在警局抗议示威，要求政府将黄昏种驱逐出去，只要没有黄昏种，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了。15年前，驱逐队针对黄昏种的狩猎波及了许多无辜的普通人，他们才不想跟黄昏种一起死，甚至还提出了停止向黄昏种供药的说法。这件事说得轻松，但一旦停止供药，他们就会因为不人道而受到他国的经济制裁。政府迟迟没有采取行动。比起15年前，黄昏种的人口在不断增加，如果真的演变成了战争，搞不好还会是一场持久战。与反黄昏种组织相对，宣扬保护黄昏种的教会团体也开始活动了起来，他们坚信黄昏种是战争英雄的后裔，是引导他们的新人类。教士在大街上宣扬保护黄昏种，打倒狩猎者。然而在他身后的箱子里，黄昏种正在被残忍杀害，不过是伪装成人类的怪物而已。15年前的悲剧难道又要重演吗？把第3驱逐队找来的是一直厌恶黄昏种的科西嘉，但他又是为了什么要屠杀以往作为孩子一样疼爱的黄昏种呢？科西嘉这样问他的盟友丹尼尔·蒙洛。